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鱼之灵的频道。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个超酷的话题 ，AI 让我们的生产力呈现爆炸式的提升。以前开发产品，程式得自己写、自己测，现在 AI 能帮忙，虽然还是偶尔会给你一些答非所问的程式码，但光是减少我们学习和优化的时间，就大大缩短了开发的周期，这真的很厉害哦。未来搞不好一个人就能搞定现在所有的事情了。因此很多人会担心，哎呀，90%的人会不会因此没了工作？但是从开发者的角度来看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选择。俗话说得好，上帝给我们关了一扇门，必定会再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窗。首先，我们来拉高我们的视角，从整个宇宙的历史来去看，我们的地球文明大概落在哪个阶段呢？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楚的知道接下来要往哪里走。谈文明的等级，最有名的衡量方式就是卡尔肖夫指数了。它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一个文明能利用多少能源来去衡量它有多先进。到2025年的今天，我们地球文明大概落在0.73到0.8之间。这个数字是根据我们当前利用的能源总估量去做计算的。你看，我们离一级文明还有巨大的鸿沟。那么一级文明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？它需要做到什么呢？首先，它要能完全掌控行星上的所有能源，不论是地热、潮汐、太阳能还是风能。再来，它要能精确的控制全球的气候和环境。最后，它要能自由的调控生态，避免气候危机。然而，到了2025年的今天，我们距离一级文明还是非常的遥远。如果没有 AI Engine 代理人技术的辅助，我们就很难达到一级文明的境界。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，为什么没有 AI Engine 我们就达不到一级文明呢？首先，为了控制全球的气候和环境，环境它有蝴蝶效应，小变化都可能造成大问题。我们不只是需要大量的感测器来做及时的监测，我们还需要有自动器来做快速的调整。要做到这种及时监测与调整，我们就得用机械学习找出它的关键变数，开发专门的 engine 来自己判断、自己行动，持续微调环境，就像是有个超级聪明的管家，能自动打理这一切。再来是再生能源的利用，我们的能源转换率都还普遍不高，还是非常依赖传统的化石能源，像风力发电，风速方向每秒都在变，我们可以利用 AI 预测风场，自动调整叶片，把能量抓到最大。你知道吗？ Google 曾经利用 AI 优化风场，就提高了20%。太阳能也一样，除了追光，还能改进最大功率追踪 MPPT 的演算法。传统方法是有极限的，因为最佳发电受温度、光照以外，还有受很多因素所影响。要真的掌握能源，而不是靠天吃饭，就得靠机械学习来找出这些复杂的关联，才能够做精准的优化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我们都还在地球上，太空旅行目前仍然是梦想。我们需要殖民其他星球，还需要有诸多的技术需要去开发。从卡尔达肖夫指数来看，我们离一级文明还非常的遥远，前面还有好多的技术等着我们去突破。要让文明升级，突破地球的限制，AI Engine 绝对是关键。人类会因为缺乏目的与舞台，就很可能陷入内耗。什么是内耗？就是大家在地球这个有限的空间里，不断地自己人跟自己人做竞争，变得非常的内卷。你想想，当 AI 让生产力暴增，过剩的产能就会回头挤压有限的工作机会，让技术价值高度的集中，最后导致各行各业陷入恶性竞争。这会迫使我们去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人活着到底是为了生存，还是为了生活？当有了 AI Engine 这些强大的工具，有机会实现技术飞跃，是否会开创出新的市场和方向呢？如果我们只是在现有的框架底下争夺有限的工作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是时候把眼光放得更远、更大。所以，当我们从每一个人到国家，都必须要建立一个面向宇宙的世界观。只有这样，整个社会的目标才能扩张，找到更大的意义和舞台。我们要告诉自己，
我们不是来找一份现有的工作的，我们是要成为设计舞台的人。这个新舞台早就超越了地球了，它在整个太阳系。也希望在我们成为货真价实一级文明的过程当中，这条路都能顺利，充满希望。那我们迈向一级文明的路上会经过哪几个世代呢？我们可以大致分为5个世代：农业、工业、资讯、代理人，还有太阳系世代。只有到达了太阳系世代，我们才会算是真正的一级文明。每个世代都有它的核心挑战和能力。农业世代核心是 to do， 人类最基本的就是动手，为了生存靠劳力种粮食。再来是工业世代，核心是 to build， 重点是打造出规模的生产系统、工厂、城市，讲究效率。然后是资讯世代，核心是 to know how， 最关键的是知识力，谁知道怎么做，谁掌握了技术，谁就占了上风。再来是代理人世代，核心是 to design， 当资讯唾手可得，决策力反而是稀缺的。人类的价值在于判断、选择和组合。AI 能提供海量的可能，但最终拍板定案的还是人。再来是太阳系世代，核心是 to be， 当生存不再是问题，科技只是基本条件，我们要思考的不只是要做什么，而是我们是谁。关键是自我觉知与文明的选择。例如人类能改造基因、数位化意识，那时候我们就得问，什么还算是个人？这超越了科技，触及哲学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正处于资讯世代往代理人世代的关键转折点。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： AI 会不会让大家没有了工作呢？世界经济论坛未来就业报告2025年预测，到了2030年，全球会有9200万个工作被取代，但同时也会创造 1.7 亿个新职位，净增加7800万个工作机会。您看，总体工作是有增加的哦。那哪些工作会被取代呢？其实那些重复性高、可标准化、流程很固定的工作，最容易被机器或自动化技术学起来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像资料输入、行政助理、会计、收银员这一些，或是仓储物流，甚至是清洁维护等工作，都因为自动化工具和 AI 软体，效率会比人还高，所以需求肯定会大幅的下降。那么会增加哪些新的工作机会呢？你会发现这些未来的新兴职位其实非常的多元，它们不只跟科技、技术分析、人工智慧有关，更大量地出现需要人类独特的创造力、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、深度情感连结，以及懂得与 AI 协作的领域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那些机器人与 AI 比较难取代，真正需要高层次人类智慧与各种软技能的工作。举几个例子，你会看到 AI 与机器学习专家、数据分析师、网络和治安专家这些技术类职位会持续的成长，但同时也别忘了像再生能源工程师这样推动绿色能源的，还有护理、照护专业人员，他们需要大量的同理心和人际互动，以及内容创作者、艺术家、设计师等等，需要高度创意的工作。甚至还有教育工作者、社群经理或人际沟通专家，这些需要引导、启发和复杂的人际处理能力。你会发现，新增的职位其实涵盖从硬技术到软技能，从创新到人际关怀，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广。虽然报告显示会有新的工作机会，但这其实不是稳稳的大家都会找得到工作哦，因为结构性断裂非常的大。新旧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完全不一样。想想看，你原本做资料输入，工作被 AI 取代，但新增的是 AI 模型训练师，这根本不是同一套技能。所以问题不是工作不见了，而是能不能跟得上这个转变。未来的工作形态会比现在多元好几倍，因为有 AI engine 的协助，同一个职位不再需要那么多人，但每个人能做的事情反而变多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做事更有效率，不再被单一智能所限制，但也要更懂得选择什么，决定什么。AI 不会剥夺我们的价值，反而会放大你真正有价值的那一面，像是判断力、创造力、同理心。
AI 时代之后，人类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阶段，探索星际文明的开端。这时候，世界会充满变动，很多人可能会迷失方向。历史上有句话说得好：人心比天高，福祸自己招。如果人类在 AI 时代只顾着内部争夺、内卷竞争，而没有放眼更大的世界，例如探索太空、发展地球外的可能性，那最终可能不是进步，而是停滞，甚至走向衰退。为什么资讯时代进入代理人时代这么关键？因为资讯时代教我们学会技能，而代理人时代则要求我们做选择、负责任。这个转变不只是科技革新，更是文明发展的转捩点。我们要不要自己掌握未来？要不要走出内卷、焦虑、内耗，去思考人类整体的方向？这是历史给我们的一道选择题。还记得大学时期学软体工程、写程式很有成就感，但是出了社会后会发现，大多数的时间不是在创造，而是在清理残局。修 bug、清理资料、处理相同性、对接 API，常常为了小功能 debug 一整天是常有的事情。这些琐碎的事，过去是工程师的日常，但在未来，这些正是 AI Engine 最擅长的事情。它能帮我们自动化这些繁琐的工作，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、去创造。现在就是人类要迈入代理人时代的关键时期，我们得重新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？如果答案只是为了生存，那我们更该思考：难道我们要一辈子困在竞争、加班、压力里内卷，还是主动设计属于我们自己未来的舞台？这个舞台不只局限在地球，我们有机会真正踏上星际探索的旅程，朝一级文明前进。而这条路只有以 AI Engine 为工具，以人类主体性来引导方向，才走得过去。